嗨，各位跑者，大家好，我是光头，欢迎收看《到底跑了没》。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摆手的钟摆效应哦。那在上一次的影片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基本的跑步的摆手概念。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可以到上一支影片来看。那今天就是针对钟摆效应来做解说哦。那我们的摆臂呢，如果有一个好的钟摆效应，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摆臂是有弹性，而且是有节奏的。大家可以想象海盗船，海盗船上面是一个支点，然后慢慢的往下。承载的乘客之后会怎么样？开始走一个 U 型的摆荡，而这个 U 型的摆荡当中，再从上慢慢的往下会加速度，再慢慢的放慢速度，所以这个过程会有用力放松，用力放松，在尾端的时候都是呈现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而下降的过程当中是呈现一个用力的。而我们的摆手，我们的支点肩关节这个地方，当我们在往下的时候，这一段是放松。靠近我们身体的中轴的这个侧线的时候，会慢慢的用力，到尾端的时候放松，再放松回来用力，所以会呈现一个有弹性的摆手的一个钟摆的带动。那对于一般的跑者啊，可能相对的会比较抽象一点，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会实际去展现出。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是用力的摆臂，以及运用钟摆效应的摆臂，两者之间，无论是在摆手上的差异，以及脚步的节奏差异，都会有很明显的不同哦。那我们就实际跑给大家看吧，出发！首先呢，我们会先做出双手都是相对的用力的摆荡哦，大家可以来实际看看，摆荡起来，如果是在用力的状态，手脚之间的动作关系，来 Go！好，那接下来第二种呢，就是应用钟摆效应的摆手哦，大家也可以看看跟上一个影片的节奏感以及它的不同哦。出发 ，Go！ 你应该能轻松看出以上两个跑步的不同吧？当我们呢在摆臂的时候，是呈现一个用力的状态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你的手臂的肌肉跟肩颈的肌肉容易僵硬，也会影响到你的吸气肌群。第二个，我们在摆动的过程当中，手跟脚是呈现一个动态的协调，所以如果你的手是僵硬的，其实相对的，我们的脚也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僵硬的状态。所以刚刚看到第一个，脚步声就会相对是比较大的状态，那对于下肢的压力也会影响比较大哦。那再来第三个，我们在摆荡的过程当中啊，手部的带动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去做到落地支撑、重心转移这件事情的能力。但当我们的手如果都是呈现一个用力的状态下，你的肌肉没有办法保有弹性的稳定的话，它的整个钟摆的带动其实也会影响到你重心转移的能力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运用钟摆效应的动作的时候，当我们从落地到支撑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手会相对的用力。到了腾空期的时候，我们的手部又会呈现放松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在摆手的时候，用力，然后就会慢慢的放松，然后再从放松，慢慢的用力。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起这样的钟摆效应的能力呢？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始正式训练吧 ，Go！ 准备今天钟摆效应的技术训练之前，你要帮我准备2瓶200到300 ml 的一个瓶装水。那你的手握起来刚好是一个小小的圈圈的一个角度是最好的。好，那准备2瓶呢这样子的一个器材啊。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叫做荡秋千。那怎么做呢？我们的双手会呈现一个肩线呈跟地板平行的动作。那我们的手呢，其实会靠近我们的中轴，因为我们的摆臂是带动我们的中轴的一个活动。那在做动作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放松的往下。那我们的手会沿着我们的大腿往后延伸，弹回来，连续的弹回来。那我们在这样子带动的时候啊，其实会有惯性。那透过我们手上的这一个质量的水，所以你会发现有质量的过程当中，你会更有惯性的去带动。在这个惯性的带动的过程当中，去感受身体钟摆发力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后面这边放松，慢慢的用力弹回去。所以在这个用力的弹回去的过程当中，身体自然会有惯性，你不需要从头到尾就这样。有没有很多人做成就这样子？那你就会发现你在做起来其实是没有收跟放之间的关系，你只有收，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要有收放，
所以你会发现力量是有一个带动的，是有弹性的。那这样子的动作呢，不单训练到我们的钟摆效应，同时呢，我们在往前带动的时候，你的前摆的胸肌会应用到；往后带动的时候，你的肩胛骨的肌群也会应用到。所以除了锻炼我们的钟摆效应，以及可以去使用到我们在摆手矢状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应用，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哦。那你要怎么操作这一件事情呢？我会建议大家操作的时候可以做20下的来回摆荡，来回算一下。所以1、2、3。所以呢，当我们做完这个动作啊，其实你可以实际的带着你的这一个瓶装水去跑跑看。那在跑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感觉，肩关节其实应该会变得比原本更好带动哦，原本更好带动。那当然，做完这一个动作之后啊，实际上你也可以去做一个原地的摆手的动作，去感觉肩关节带动的感觉。那同时记得哦，因为有水的质量的情况下，你要感觉到这边的时候，腰际的时候用力带动，用力，所以会有一个弹性的感觉哦。那如果今天呢，你一开始没有准备这个瓶装水啊，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会找不到感受，你可能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去带动，因为身体没有一个质量跟惯性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准备2瓶的瓶装水，然后去做出我们今天的这一个钟摆效应的荡秋千的训练，以及我们的原地摆手哦，去惯性的去带动我们的钟摆效应。那我们现在就实际跑给大家看吧 ，Go！ 当我们呢运用钟摆效应把水往上带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一段是放松的，所以你的水会被你带上去之后，在你放松的时候，水自然的掉下来，所以你的身体会有一个惯性又自然的往下摆。可是如果你从头到尾摆手都是用力的情况下，你的手呢，水在往上的时候还没有掉下来的时候，你又把手往下拉，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摆起来越来越费力。为什么？因为你反而会被你的水带着走，而我们是要控制这个水去做出带动，所以用力摆的人会发现那个水会一直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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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可是如果你是运用钟摆效应的人，你会发现那个水是怎么样被你带着走的。好，这两者的差异性，大家可以实际的去跑动，然后去感受哦。那我们现在就实际跑给大家看吧 ，Go！ 跑的时候就记得保持很放松的钟摆效应，轻松的摆动，然后上摆到胸口，下摆到腰际，手指是朝前的。好，那当你呢已经慢慢的去习惯到这样子的一个摆手的一个带动的节奏之后啊，你就可以把你的水瓶放下来，开始呢我们怎么样？先去从没有水瓶的情况下去感受钟摆效应的摆手。好，当你觉得节奏感都带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实际的跑 Go。所以你就会发现摆臂的时候会有一个弹性的带动，而这样的带动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跑步的时候重心转移的能力。当我们手往前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体更快速的离开我们的地面。今天跟大家介绍了摆手当中的钟摆效应，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今天的训练，建立起更好的摆臂的一个带动的一个效能。那当然呢，当你学会了这件事情，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脚步会变得更有协调、更顺畅，你的手呈现一个更放松、稳定的状态。那当然，今天的训练我们会建议大家1周可以做3到4次，每一个动作呢，你可以做20下，3到5组哦。那慢慢的，你在2、3个月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动作变得更稳定哦。好，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加分享。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大家拜拜。